家里厨房的洗碗池每天都会用，时间久了之后也比较容易出现堵塞的情况。如果洗碗池的下水道被堵住了，我们倒一碗它就可以轻松地疏通管道，不用请专业师傅过来疏通，这样还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疏通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洗碗池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设备，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，一些油垢和异物会大量进入下水道，越积越多，这些油污会附着在下水道内壁上，长期堆积就容易导致管道堵塞。然而，即使管道已经堵住，也不必担心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简单又实用的方法，可以不花1分钱立马疏通管道。当我们发现洗碗池出现堵塞不下水的情况时，就不要继续使用了，而是应该把里面留有的一些菜叶杂质之类的捞起来，尽量给它捞干净点，以免这些残渣再次进入到下水道，从而加重堵塞的情况。如果洗碗池里的水还能缓慢渗透下去，我们让里面的水完全排干，直接清洁管道内的油污、油垢、菜渣等一些异物，让管道内部保持清洁畅通。这个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，不仅节省了时间和金钱，而且还可以快速清洁、疏通管道。首先，我们将适量的食用碱，此时也可以增加用量，以确保效果。再来点洗洁精，接着倒入适量的白醋。这时候您会看到产生了大量的泡沫，这种泡沫是由食用碱和白醋之间的反应产生的，它具有比较好的清洁能力和软化作用。我们再将这个混合液从洗碗池的下水口往下倒。纯碱就有着很强的清洁作用，它就可以帮助清洁管壁上残留的脏污。白醋它既有很好的杀菌作用，而且还可以软化污垢，同时它还有去异味的作用。洗洁精的话，它就可以去油，把粘在管壁上的油脂分解。由于这个溶液相对浓稠，当我们倒入下水道时，就会有一定的挂壁，使混合液可以更充分地发挥作用。然后静置20分钟左右，让泡沫发挥出更大的冲击力。管道里面的溶液会缓慢从管道内壁流下去，同时还可以软化一些厚重污垢以及一些堵塞物。20分钟过后，我们会发现管道内壁的油渍、油垢已经被溶解出来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将适量的洗洁精挤入管道里面，再打开水龙头的热水，用热水来冲洗管道。洗洁精有清洁油污的作用，而热水也可以清洁一部分的油污。这一步可以更好地清理掉管道里面的油渍以及堵塞物，这样简单处理过后，就可以轻松解决洗碗池下水道堵塞的问题。这里要提醒一下，劣质的管道疏通剂粉末不要直接倒入下水道，粉末如果不能完全溶解在管道里，容易堆积板结，会使下水管道堵得更严重，非常坑。所以先要把它搅拌溶解，然后再倒入排水口。水槽堵塞的情况已经改善很多了，现在排水很通畅，下水道也不会有难闻的味道。建议每个月这样清洁一次下水道，你家的洗碗池会变得干净整洁，再也不会容易堵塞了。我们的洗碗池之所以会堵塞，其实就是因为平时的一些食物残渣、油脂，以及长时间和水打交道的水垢都堆积在了管壁上，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，流入下水道的油脂还会凝结在管壁上，这样就会导致管道的内径越来越小，久而久之也就会造成堵塞的情况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
谢谢大家啦。平常我们家里面的下水道都很容易堵塞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注意清洁的原因。另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会把一些容易堵塞的东西倒入下水道里面。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千万不能倒到下水道里面的，不然堵塞了之后很麻烦。到底是哪些东西呢？第一种，鸡蛋壳。平常我们在做饭的时候都会做一些煎蛋或者鸡蛋汤之类的菜，我们用完鸡蛋后，鸡蛋壳也有不小心丢到下水道里面的情况。我们都知道鸡蛋壳是比较坚硬的物质，被冲到下水道里面不易溶解，很容易就会堵塞下水道，所以不建议大家把鸡蛋丢在下水道里面哦。第二种，香烟。很多人抽完烟之后习惯性的把烟头丢弃了，烟头也是海绵做成的，一旦把它留在下水道里边，很容易就把下水道给堵塞了。海绵不易溶解，如果烟头积少成多的话，不仅容易堵塞下水道，还很容易污染水源，所以不建议大家随便丢弃烟头。第三种，毛发。平常我们家里面养有宠物的话，宠物毛发很容易把下水道给堵塞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处理掉毛发，不然堵住就不好了。大家也可以去看妙妙前几期分享的阻挡毛发掉进下水道的视频，里面也有一些小妙招哦。第四种，大米和面粉。现在到年末了，很多人都会用面粉制作一些面食。这些面粉一旦遇水了会粘在一块成团，成团之后很容易堵塞下水道。我们平常在洗米的时候也很容易把米倒进下水道里边，大米也是非常难溶解的，所以这些东西长时间积在下面的话，下水道很容易就被堵住了。一堵住下水道的东西了，以后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啦。除此之外，妙妙还要提醒大家，一定不要把药物丢进下水道里，因为这样的话会污染环境。我们最好是把它丢在指定的垃圾桶里面，这样才能保持健康的环境，我们的水质也可以得到一保证。卫生间和厨房的排污管、排水管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设施之一。为了确保小区业主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，请大家自觉维护公共设施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正确使用排污管和排水管，确保排污、排水管线通畅，不堵塞。好了，疏通下水道的方法分享到这里了，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